对了，邂逅也关门了，全部关门了。这个是我们这边的一个酒吧，感觉没啥人。还有开着的店吗？好像都没太开门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店最新的这么一个情况。先给大家说一个不知道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的一个消息，就是我们店现在已经成为这条街上的一根独苗了。我们这个商圈大部分的店铺现在都是一个停止营业的这么一个状态，就是最主要原因就是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一波疫情会来得如此的快，如此的猛烈，大家都没有做好准备。像人比较多的一些店铺，可能有8、9个人、10几个人的店铺，这种店的话，大家可能认为它不会关门，但是你只有2、3个人能正常工作的话，那种店铺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营起来的。所以说，大家干脆都把门给关了。现在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，政府也不要求你什么，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政策，大家现在关门都是一些不可抗力的原因，都是一些自发关门的这么一个情况。像我们这个商圈大部分都是这种门面店铺，门面店铺的话，其实费用各方面的费用还是挺高的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就是关门不营业的话，可能比疫情会更加的可怕一些，然后还能造成现在大面积闭店的这么一个情况，我只能说太夸张、太离谱了。然后我们最近这段时间没有更新的，我估计大家也已经猜出来了。上期视频呢，我还给大家说我们店里3个人一点事都没有，我当时还一直给我朋友说我是无症状的，他妈的，就这个新冠疫情专治嘴硬是吧？然后当天晚上给我啪啪啪打脸，只有我跟老板娘2个人，当天晚上就感觉身体开始不舒服了，第2天就直接开始发烧了。但店里的那个小姑娘的话，就是从前天开始的话，她的身体开始不舒服，正好我们之间来了一个无缝衔接，我们2个刚刚恢复，然后店里的小姑娘又不行了，这一点还是挺给面子的。我们2个的症状的话，还是算比较轻的。我们最严重的时候，可能就是高烧发到了38度，应该没有超过38度，然后就是迷迷糊糊的，就是脑子感觉在一直转。就这是最严重的情况了，然后我也没有嗓子痛什么之类的这种情况，我感觉我们2个症状还是算比较温和一些的，然后在家休息了4、5天，到了昨天我们2个就已经开始转阴了，就昨天换成我们2个过来上班了，基本就是我们2个的这么一个情况。最近这10几20天真是太魔幻了。我现在想一想，就是十几天前我们还在喝着酒看着世界杯，当时根本没有想过疫情的事，感觉离我们还很遥远。没想到决赛那天的时候，我们这就开始逐渐的瓦解了。然后再到今天，我身边几乎阴性清零了。我感觉可能我们这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感染过1次了。我现在唯一不确定的就是明天后天是平安夜跟圣诞节，会不会有一些转阴的人出来玩呢？因为去年我们店圣诞周和元旦周的话人还是比较多的，这个是我现在唯一期盼的这么一个点。现在这一波冲击对我们这种实体店来说，简直是就是这个影响太大了。老板娘还在这准备明天后天圣诞节抽奖的小礼物卡片呢，用这个卡片抽奖1等奖、2等奖、3等奖。虽然不知道有没有人，但是要把这种准备工作先提前准备好。然后我们把这些小礼物也摆出来了，到时候看看明后天能不能把这些东西全给送出去吧。我估计是够呛。
原本以为今天不会有人了，结果刚刚来2组顾客，有一组在大厅的顾客，光吃的喝的就点了100多块钱了，老板娘还在这做摆盘呢。果然是玩实况足球的，一般玩实况的年纪都比较大，然后消费力会比较高一些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，咱们下期再见。我一点就得结果的。